苦楚之战第5章，新祸接踵至。第1集，汪伪与国府上海血拼，促使保会把他手中的法币和工资换成美元，存入法租界汇给银行与汇丰银行。人正觉平安无事时，常是灾祸忽降日。死期一到，谁也逃不掉。民国30年，即1941年2月20日，礼拜四上午10点半，上海外滩15号伪中央储备银行内发生血战。重庆国民政府派杀手袭击汪伪政府属下银行，之后引发汪伪势力报复性袭击租界重庆政府属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双方血拼几多回合，报仇、复仇、混战、杀戮持续数月。这次银行血战使严保会意识到战争持续，内乱加剧，时局动荡，危机四起，法币面临贬值，中国人开的银行都将面临麻烦，朝不保夕，应尽快把它存在中国银行的法币换成美元，存入法租界法国人开的东方汇理银行，把他在英仪大药房挣的薪水大部分换成美元，存在英国人开的汇丰银行。这事并不容易办，换美金只能找机会。此时武汉三镇和广东已沦陷，战线拉长，中国军队拼死抵抗，日军无力攻新城、略新地，只好停止进攻性作战，借助政治手段弥补军事缺陷。欧战爆发半年后，日本在中国扶持汪兆铭政权，与蒋中正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对抗。因日军控制法属印度支那，国际援助重庆政府的通道被切断。日本与德国合作，签署日德意3国同盟柏林公约。保会看着眼下的中国，距离中华民国推翻清朝，也就是他出生那年，已过去快30年。30年间，一个清廷势力消失了，却冒出至少6股新势力。6股新势力纠结着日本、苏联、英国等外国势力。他感叹，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长着形态各异的动植物，生活着穿不同服装、说互相听不懂话的人，用各国势力发行的花花绿绿的货币、军票、债券和地方银行，并在华外国银行印发的现银兑换券、流通券、代用券。中国是国里有国，他就住在法国租界，这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国之现状。他不知前途怎样，心里烦乱，每天3次祈祷：主啊，愿你使中国不再有战乱，愿人都敬畏你，遵行你的道，得享平安。6股新势力的一股在新京，就是长春，
控制内蒙古东部、河北承德，并屡大除外的东北地区，即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这股势力在8年前被划出中国，自成一国，号称满洲国，由清朝最后一任的皇帝溥仪当元首，汉人和满人当名义部长，实权握在日本次长手里。满洲国已获得世界上60来个国权中的23个承认，20来国与满洲国建交。中国大部分其他势力则不承认满洲国。取代蒋中正坐镇南京的汪兆铭政府属于第2股新势力。半年前，汪兆铭在日本支持下，在沦陷的南京成立新政府，日本人称之南京国民政府，有别于陪都重庆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不承认新南京国民政府，称之汪伪政府。美国发表声明，不承认汪政权，但竭力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汪伪政府管辖为满洲国以外大部分日军沦陷区。新京、南京2股新势力首府都有京字，但在国际大部分人眼里是伪京。陪都重庆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控制伪满洲国新疆、蒙古以外非日伪沦陷区与非共产党控制区，蒋区称国统区，这是第3股势力。张杨西安兵变后第5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出延安，次日红军接管延安。元旦过后1周，即兵变1个月后，共产党中央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进驻延安，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的第4股势力，控制延安周边地区，并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地下人员。盛世才控制的新疆是第5股势力。卢沟桥事变前，中国与苏联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新疆成了连接中苏往来必经之路。第6股势力在蒙古。去年苏日诺门坎战役后，德王在日军支持下担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成为内蒙古民意领袖。外蒙古在苏联支持下于民国13年独立为蒙古人民共和国。6股势力之外的西藏情况更复杂。7年前13世达赖喇嘛还在世，基本由英国势力维护西藏。如今西藏既不在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中，也不受控于日伪势力。宝会从杭州回到2次淞沪战争起源地上海，已2年有余。他目睹这个城市已变成剧场，来自中国和全球闯世界者大显身手的剧场。813淞沪抗战国军失利撤退后，上海沦陷，日军侵占，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尚未完全落入日军之手，但租界外围已由日军控制。此时的上海租界和中国其他外国租界就像大海里的绿洲，给了遭船难者求生的希望和安歇的地方。大批难民
涌入上海、汉口等地的租界求生。许多国军伤兵也在租界医院得到救治和保护。在上海法租界生活这些年，宝慧在杭州广爱医院时经历的哀伤渐渐得到平复，但是他看到自己的国家在日军入侵后出现的怪现象，又感到无奈。他为中国伤兵和难民在本国住在被西方国家治理的租界才能得到较为安全的保障感到无奈。身为一个弱国子民之悲哀，使他时常在祷告中质问神：主啊，你既是公平、公义、良善的神，为什么不公平对待中国？为什么不阻止日本人入侵中国？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国家没有保障，要住在欧美人管理的租界才能安居乐业？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